你好，你好，我的孩子啊，签个名吧。这里吗？这里，然后谢谢谢谢你。客气。Joseph 是 iPhone 7用户，这一天他的手机被调包了。谢谢。经蠢贼米教你席卷玻璃城 ，iPhone 7用户幸遭 OnePlus 7 Pro 调包。也许我拿到了一部更好的手机。一加7 Pro 是一加2019年最新的旗舰手机，也是一加首款的 Pro 系列手机。如果说一加7 Pro 是一台真全面屏手机，想必不会有任何的异议。机身正面的屏占比达到了 93%， 没有任何的屏幕切割，加上正面屏幕的曲面设计，侧面望去有一种无边际之美。可是谁会从侧面看手机啊？由三星开创的曲面屏的设计，在网络上饱受争议。首先，它确实可以让屏幕边框显得更窄，在公共场所，曲面屏的手机也总会让人忍不住多看几眼。Toys handy。但同时，它也确实会带来一些困扰，比方说屏幕边缘因为折射而产生的绿色光带，以及在用手机修图时，曲面一带也会带来些许的视觉偏差。玻璃材质的机身背面没了前代 1+6T 的电光配色，7 Pro 全部改用了纯色配色。因为机身侧面的曲面处理，握感也圆润了不少。为了达到完整的全面屏，一加7 Pro 采用了升降式的前置镜头。在屏下前置摄像头面世前，想要体验全面屏，那就不得不忍受一下升降式的镜头了。说到忍受，升降式镜头的体验也绝非你想象中的那么糟糕。前置镜头的调动速度非常快，甚至你还可以将其用于面部解锁。根据官方，升降式的镜头耐用度可达30万次，但官方的耐用度测试毕竟是在无尘的实验室中进行的，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因为空气中的复杂情况，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因此呢，我并没有开启面部解锁。一加7 Pro 的屏下解锁灵敏度也是数一数二的存在，速度跟之前体验最佳的华为 P30 Pro 不相上下。然而，速度并不是屏下指纹解锁的重点，重点是解锁成功时那清脆的震动反馈，绝对会让你印象深刻。一加的震动反馈遍布了整个系统 UI， 选择文本时、长按图标时、按下拍摄键时、输入时。滑动3段式开关，机身也会传来不同的震动反馈，这样的小细节真正让你盲操作也可顺利切换场景。一加7 Pro 的屏幕也是来到了旗舰水准，3120×1440的分辨率位于 2K 和 4K 之间，屏幕刷新率则更是来到了90赫兹，仅次于专业游戏手机雷蛇的120赫兹。Question： 我们真的需要90赫兹的屏幕吗？初上手，90赫兹的屏幕仿佛和普通60赫兹的屏幕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但仔细对比还是会发现，90赫兹的一加在浏览网页上下滑动时，确实更加的跟手。那用它看动作片，画面肯定会流畅不少。Joseph， 大部分的电影每秒是24帧，60赫兹的手机已经绰绰有余了。那用一加7 Pro 玩吃鸡以90赫兹刷新率，一定打遍天下无敌手。哈哈哈。4级战场的正常帧率是40帧左右，极限帧率为60帧左右。就算你用一加7 Pro， 目前最高也只能达到每秒60帧。那有90赫兹有何用？对于大部分的消费者，90赫兹绝对不是一个所谓回不去了的存在。苹果在 iPad Pro 上引用了120赫兹的刷新率，是因为120赫兹的刷新率配合 Apple Pencil 可以带来更加精准的书写体验。然而，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在手机上有书写、绘画等高精准度的操作需求，除非你是游戏玩家。在手机游戏领域，如果说60赫兹是现在，90赫兹甚至120赫兹便是未来。目前除了 QQ 飞车以外，支持90赫兹游戏并不多。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未来一定会有更多的手机游戏跟进。60赫兹和90赫兹带给人的游戏体验，特别是在动作类的手游中，请相信我，差距非常的明显。系统方面，以轻快著称的痒 OS， 爱的爱死，恨的恨死。我喜欢 UI 中总是红色显示的数字1，我喜欢系统图标简洁清爽的风格，我喜欢方便又显眼的便签，我喜欢新增的禅定模式，
为了让人集中注意力的禅定模式一旦开启，你将只能拨打紧急电话或者拍摄照片。但我唯独不喜欢它的全面屏手势，不支持侧面返回，主要操作都集中在了屏幕底部，这就迫使了握姿必须得靠近机身的底端。拍照方面，一加7 Pro 也同样没有落下，从上到下分别是1600万像素、光圈大小 2.2 的超广角镜头，4800万像素、光圈 1.6 的长规段镜头，以及800万像素、光圈 2.4 的3倍变焦镜头。一加的拍照风格相较于华为更为自然，这样的成像风格虽然很难让人在第一眼感到惊艳，但也给后期调色留下了更大的空间。不过在白平衡控制方面，一加的表现偶尔就比较尴尬，这张超广角端拍摄的照片就严重的偏绿，而同个地点用3倍变焦镜头拍摄的图片就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打开夜拍模式，一加7 Pro 的主摄像头会通过计算每4个像素得到的信息，合成一张低噪点的夜拍图片。不过夜拍模式仅支持主拍摄镜头，对比照片可以看出，开启夜拍模式之后，高光部分得到了压制，而暗部的亮度也有所提升。自拍成像同样拥有非常真实的色彩和很自然的细腻度，不过在画面边缘图像拉伸的情况也非常的明显。人像模式拍摄距离 0.5 米到2米的人像或实物也都能得到非常自然的景深效果。录像最高支持 4K 每秒60帧，不支持超广角镜头录像，且一旦遇到重低音便会出现声音断断续续的情况，着实是演唱会录像杀手，不能忍。音频外放方面，一加7 Pro 也可谓是名副其实的旗舰水准。功放音质有多好呢？上手一加7 Pro 的第二天清晨，闹钟响起的瞬间，我在床上呆若木鸡。这美妙的双声道立体声，我瞬间就爱上了。我恋爱了。此外，一加7 Pro 支持 Warp 充电技术，30瓦的充电功率，30分钟可以充至60%，80分钟便可将这块4000毫安时容量的电池充满。搭载 UFS 3.0， 加载游戏、安装程序，速度也会快上不少。我们很难挑出一加7 Pro 的毛病。倘若真要吹毛求疵，那我们气球频道的体验人员一致认为，一加7 Pro 真的太沉了，208克的重量真的并不适合每一个人。比起几乎同样大小的华为 P30 Pro， 一加7 Pro 沉了整整的25克，这相当于4枚1元人民币硬币或者3枚2欧元硬币的重量。因此，强烈推荐各位购买前上手仔细的体验，特别是之前一直使用小款手机的朋友。此外，一加7 Pro 没有无线充电的功能，也非常的遗憾。德国的数码圈子对于一加7 Pro 吐槽最多的，不外乎它的价格。因为在精打细算德国人眼中，一加一直都是除了小米之外性价比的代名词。但是气球对于一加进军高端市场表示非常的欢迎，毕竟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话说回来，用惯了小屏手机的焦瑟夫虽然打心里承认一加7 Pro 是一台非常优秀的手机，但他最终还是换回了 iPhone 7。我是个气球频道也向来强调，没有最好的手机，只有更适合自己的手机。就焦瑟夫而言，他还是更喜欢轻巧无负担，能把手机一手掌控的感觉。Hello， 各位，感谢收看这些节目。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问答环节。首先是来自 YouTube 的林长说，竟然有会英语的，同在德国表示非常诧异。除了英语呢，我们还会客家话、重庆话、宁波话，还有西班牙语。来自 YouTube 的涛流说，在德国留学的都这么呆萌吗？我们都在德国已经工作了，但是我们都很呆萌。
陈巧 CC 说，为什么我看完想买 DJI Osmo Pocket？ 我的重点可能抓错了。你的重点并没有抓错，其实我们也希望在我们 Vlog 形式的视频中多多使用我们曾经评测过的产品来进行拍摄，这样子呢，大家也可以看看我们评测的东西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会遇到一些怎么样的麻烦，还有它们的画质又如何。所以呢，如果你对 DJI Osmo Pocket 感兴趣的话呢，欢迎观看我们 DJI Osmo Pocket 那期的节目。杂这么冷说，女生的紧身裤是什么感觉？能说说吗？殷商家的林酱说，看完视频只记得阳刚之粉了。我们下期节目呢，会让阳刚之粉给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女生的紧身裤到底是怎样的感觉。赵大宝98说，哈哈哈，好有趣啊！第一次看那么长时间的开箱视频，非常感谢你对我们第一次做开箱视频的认可。那么我们以后也会做更多的有趣的花式开箱视频，欢迎你继续关注我们咯。哔哩哔哩的4代自来也，你们的评测有一种很年轻的朝气感，这种气质并不是年龄能提供的，而是发自内心没有利益纠缠才能有的真诚。如今国内很多评测人虽然很年轻，但做的东西却老气横秋，有厂商赞助的会有偏向性，没有厂商赞助的会为了打响自己的知名度而发出哗众取宠的言论，这两种本质上都不是真正的客观评测。大家都明白要求媒体不盈利本身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是不可持续的。以后如果想做大做强，为了盈利，也许你们也会走上这两条道路，但在之前的原始积累阶段肯定是最珍贵的时光，我们作为最初始的观众也很荣幸共同度过，加油。非常感谢你洋洋洒洒的写了那么多鼓励的话语，因为你的话我们也有了更多的勇气，可以继续的用爱发电。谢谢。来自哔哩哔哩的春园叉叉叉，系统升级，好多 App 都推到6号以后更新，还是你淡泊名利，说到做到。其实也并不是我们淡泊名利啦，因为我们即使推到6号之后更新呢，观看量估计也没有太多了，因为我们就是破罐子破摔啦。不过还是要谢谢你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谢谢你。来自哔哩哔哩的太过于顾虑，还有人认真的测诺基亚，我很感动，还有人认真的观看诺基亚的测试视频，也让我们非常的感动。哔哩哔哩的小心的划水，名字改一下吧，你们总给人一种外网操作的感觉。其实关于名字呢，我也有认真的思考过，但是还不知道改成什么好。难道要改成柏林科技男团吗？柏林数码男团。如果你有更好的建议的话呢，欢迎在底下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谢谢。最后还要感谢很多新关注我们的朋友，他们是风中天涯霜雪季 silly SVT 20150526站在地面看天很好的大臣 POM 2016压力山不大 HH James P 易太萌烟花一瞬我璀璨一生钢铁直男展凡记忆力很好的陈乔 CC 核弹残，以及一直支持着我们的南山校草豆包躺在笼里男孩的灰机大脸鹏 Run Colin 一个很帅的 ZZZ WCS 007以及很多我没有念到名字的朋友，谢谢你们对我们频道的支持和鼓励。今天是我们我是个气球频道建台以来的第190天，我们的 B 站的关注人数也终于突破了1万人的大关。我们决定要做一期1万粉丝的特别节目。如果你对我们频道有任何的问题，以及对我们频道的各位成员有任何的私人的问题，都欢迎在底下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我们会在下一期的特别节目中回复各位的精彩留言。非常感谢你看到了这个地方，那说明你应该还是蛮喜欢这个视频的。那如果你真的是如我所料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就欢迎点赞、转发、关注、收藏。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